各位观众，我们今天跟着邮轮来到了世界知名的城市罗马。让我们开门见山的说，邮轮不是最好的游览罗马的方式，因为罗马太大了，太多东西能看了。邮轮靠岸后，通常就只有6到8小时能逛，时间真的是不够。但是等等啊，别切走啊！即便是时间不够，但不影响我们探险罗马的心情。虽然我说邮轮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我搭车出来后看到超多邮轮，真的是超多啊，不夸张。所以还是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玩罗马的，大家不用担心。那按照惯例，简单来介绍一下交通的部分。因为罗马没有靠海，所以我们是停在罗马的外港。从地图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从这里到市中心，我们选个罗马竞技场好了，就是大家来到罗马一定会去的一个景点。如果是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搭火车的话，要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单程的时段是这样。进到市区以后，市区内的捷运就很方便，而且景点相对的都很集中，只有梵蒂冈稍微远一点，捷运得多扎几站。所以从罗马外港到罗马市区这段的交通啊，是最需要伤脑筋的。我这一次是懒惰啊，直接买了邮轮上面的交通接送服务，到市区之后自己再去自由行。这是罗马捷运的自动购票机，带大家来使用一次。然后因为它很好，它就有中文可以按。所以其实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要按些什么。那左边这边呢，是你有卡片的话，你就按左边这个；像我是没有卡片，我就按右边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有一整排，你可以选择，你是要2趟、1趟的、2趟的、5趟的、10趟的，或是24小时的，它是7块啊，或是48小时的，它是12.5块这样子。然后你去做相关的选择，然后在旁边有信用卡感应的，或者是你投那个现金都是可以的，然后你就会拿到你的票。我个人觉得罗马的售票机算很简单易懂的，大家第一次来的话也别紧张，真的没有那么困难。那它的捷运卡呢也很可爱，我觉得很有纪念价值。罗马的捷运以我看到的部分是觉得不错的，捷运都挖得很深，也能理解啦，浅的地层应该都是古迹。然后捷运内也算干净，车厢内也算干净，车次也很多。要到罗马竞技场的话，就搭到蓝线的 Colosseo 的这一站。这一站的旁边就是罗马竞技场，一走出来就能看到它，你绝对不会迷路，并且会被眼前的竞技场震撼的不要不要的。给第一次看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呢，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趟欧洲的地中海邮轮之旅。透过邮轮这种交通方式呢，游遍地中海的重要大都市。我这艘邮轮实在太赞了，前几天到伊斯坦堡，到雅典，那今天来到了罗马。好啦，开场讲那么多，我后方这个呢是罗马知名，不对，是全世界都相当知名的古罗马竞技场，它同时也被教科文组织所认定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罗马竞技场兴建于公元72年，就中国的朝代而言，是大约汉朝的时候，也已经距今大约有2000年左右的时间。它是用来举办角斗士之间的搏斗，或者是角斗士跟野兽之间搏斗的地方，用来取悦罗马的那些贵族或者是一些有投票权的平民。它的墙体除了石头啊、大理石这些东西之外呢，甚至还用了石灰岩跟水泥啊，所以它也是目前整个古罗马时期所保留下来的最大圆形竞技场。再用一次这一幅画来说明罗马竞技场的运作方式：角斗士胜利的一方会询问台上的观众如何处置落败的一方，画中的观众就比出了手指向下的动作，意思是说不留人啦。然后皇帝跟我们印象中的也不一样，以前总觉得皇帝应该是坐在最上面的看台，但实际上等级越高的人是坐在越下面。皇帝的手势也表示说，那就放过他吧。这幅画目前是储藏于凤凰城美术馆，名称就叫做拇指向下。要进去这个罗马竞技场呢，它是需要先买票的，然后您可以从网络上去做相关的购票动作。但是啊，我忽略这件事情，所以我并没有先去买票。然后我来到现场看那个现场排队的买票人龙，长长的看不到尽头，所以就放弃进去里面了。
也没关系，反正我相信我还有机会再来到这边的，下次再来好好的去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咯。在罗马竞技场旁边没有多远呢，有一个提图斯凯旋门。这个凯旋门的设立是为了要庆祝罗马在公元70年占领并且摧毁了耶路撒冷。这个凯旋门上面呢，并且有着当时的相关凯旋的壁画，同时这凯旋门也是象征着犹太人散居的生活，所以到现在仍旧有很多犹太人不愿意从它下面经过。那这个凯旋门特别需要拿出来讲，是因为到了16世纪以后，世界各地的凯旋门其实大多都是以这个凯旋门作为它的样板哈，包括最著名的巴黎凯旋门，包括马赛的凯旋门哈，其实都是以它作为凯旋门的样板。简单来说，它就是祖师爷就对了啦。各位观众，在我后方呢是著名的罗马万神殿，它也是至今为止保存的还算完整的古罗马祭祀神殿之一。它里面的建筑是非常的协调，宽广的大厅没有任何的柱子做支撑，被米开朗基罗称为是天使的设计。万神殿完美的设计启发了后世无数的建筑家，包括佛罗伦斯的百花大教堂跟巴黎的万神殿都是受到它的影响。原先查呢，万神殿是可以自由排队入场的，但是来到现场之后，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他跟我说，这一条线呢是刷卡进场，然后这一条线呢后面还有一条，后面还有一排，这条是现金购票入场，所以现在来到万神殿是必须要买票入场的。那我也没有先买票，所以这次也就先进不去啦。在万神殿的旁边没有多远的地方呢，有一个著名的金杯咖啡。然后我后面是万神殿嘛，对不对？那金杯咖啡就是这个啊，所以它其实距离其实并不远。我看我好多网红跟部落客都有做相关的介绍，那我们就来去喝喝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吧。这个金杯咖啡是号称全罗马最好喝的咖啡，看到好多人有写部落格推荐。它虽然是个咖啡店哦，但是里面比较像是茶行的风格。这个撒着咖啡豆的女神就是店内标记啦，然后现场排队的人也不少。他这边买一杯拿铁冰拿铁的价格是2.4块，比我想象中的便宜耶。不知道它的大小杯如何？你要拿着你这张购买证明去给他的店员，请他帮忙做，不要像我一样在旁边排队排傻傻的排了好久才发现说原来是要先拿这个给人家，他才会开始做你的咖啡。它的大小就是一般我们去餐厅喝果汁啊、饮料的那个玻璃杯的大小。我来喝喝看它好不好喝。它是偏苦的咖啡，它不是偏酸的咖啡，偏苦的咖啡。然后它的牛奶加的比较多，所以奶味很重。如果你喜欢偏苦的咖啡的话，我觉得它这个 Ice Latte 是相当不错的。我今天很想要找那个房地产的公司啊，看看在罗马买一间房子要多少钱，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有点可惜。各位观众，在我后方的呢是罗马的另外一个著名地标，叫做特雷维喷泉，又叫做少女喷泉。然后这边实在是太多人了，到处都是人，所以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进行拍摄。特雷维喷泉呢，它是中间是海神波塞冬拉着2匹战马，然后左边跟右边各有一个女神，代表丰饶跟富裕。那最上面这边还有4个女神，分别代表春夏秋冬4个女神。那它除了这个喷泉呢，它比较著名的，其实它是一个许愿池。这个古代罗马人也蛮有商业头脑的，他必须要用你的右手啊，这是我的右手，然后把你的这个硬币呢往后
超过你的靠近心脏的肩膀往后抛，这样子往后抛呢，抛一次表示你许愿可以再回到罗马，抛2次表示你会有艳遇，抛3次表示你会美梦成真。因为这个喷泉我之前是有来过的，那我记得当时我也是抛了3个硬币，那第一个硬币是重返这边嘛，看样子这次的确是成真了。第二个硬币是要求有艳遇嘛，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我的确是也结婚了啦，有艳遇也是的确发生了。第3个愿望是美梦成真，那我觉得或许没有100%的实现，但是也实现40%、50%、50%、60%有了，所以我觉得的确这个许愿池算是有灵验的。然后罗马这边到处都是冰淇淋店啊，我今天是有点喉咙痛，所以就没有吃真的冰淇淋。可是我看好多人都拿了冰淇淋，边走就边吃边舔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到罗马来的话，也不要错过这个在地美食冰淇淋。各位观众，我们在罗马的最后一站，我带大家到梵蒂冈来看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叫做圣保罗大教堂，现在也叫做圣伯多禄大殿。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上次我们去的米兰是世界第2嘛，那它是世界第1。我得到的资讯是进去不用钱，但是必须要排队入场，然后从那个方向全部都是在排队的，绕了一圈，我看到这边都还有人在排队。好，到这边。然后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所以这次就没有办法排队进去。它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还有包括很多知名的建筑师跟艺术家都留有相关的作品在里面，包括大家可能有听过什么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都留有相关的杰作在这个教堂里面。那在教堂的前方呢，左右2侧都有相关的回廊，像手臂一样围绕着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场。这个广场呢，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广场之一，每一年都有不计其数的宗教仪式在这个广场举办。那广场的正中央呢，有一个来自于埃及的方尖碑，埃及的方尖碑其实散落在各处啦，这边也有一个来自于埃及的方尖碑。那我们就以圣伯多禄大教堂为背景，给罗马这个经典的城市做一个相关的总结吧。我个人觉得，我今天来的时候是10月初嘛，没有夏天的时候那么炎热的天气，然后现在的气温真的是刚刚好，只要不下雨呢，完全也不用穿外套，非常的舒适。所以我蛮推荐大概9月底、10月来到罗马进行观光跟旅游。这边的景点超级多，超级霹雳无敌多，但是大部分的景点呢，都必须要买票入场，包括那个罗马竞技场啊，包括万神殿这些重要的地标，都先买好票再到现场。如果你要到现场才能排队买票啊，你真的要排超久才能进得去。这边的景点呢，用走大概5、6个小时可以走完，但是说实在走完非常累啦，所以我比较建议的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安排在罗马一个3天2夜的时间，比较深度的方式去慢慢了解并且欣赏这座美丽的城市。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啊，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将跟着邮轮继续前往地中海的各大著名城市，也邀请大家 follow 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周见咯，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